感冒快好啊！哦，感冒走。怕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夜时间，我是语音。下半场，刚刚姜汤熬的差不多了，然后马三学长糖我加的完全不够，他跟2个蚂蚁人说：“哦，这个糖我加了很多，很甜。并没有，什么？没有吧？这完全没有甜味。并没有，好吗？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公司文化，对啊，对啊，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你要继续聊这个吗？还是我们要稍微讲一下所以你对公司文化还有什么想法吗？公司文化？其实老实讲，就像那个时候那个美编，对我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先去跟他聊一聊嘛。对啊，那时候其实我有跟他说，就是我们公司还蛮自由的，我们公司蛮自由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基本上会鼓励你去说出你的想法，就你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在我们做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然后他也不需要说啊，我好像辈分比较低，或是我是新来的，我就先提的，就是通常我们比较不会限制这些东西。对，可是主要我有特别跟他说，但在实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时限内，然后或是说好的东西交得出来，或是你有困难当然要讲，然后如果你没有困难，时间内东西做得出来，其他要怎么做，其实我们不会插手太多。如果上面的交办给你了，你就照你的想法做。因为如果有什么想法上需要改变的，或是需要整合的，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讲，每个人有什么觉得需要改变的，或者有什么觉得可以往那个方向调整的，都会提出来。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开会基本上会把我们走的方向定的差不多，以那一个人做的东西为主轴去做调。像现在我们在做编辑的东西，也是每边把框架做出来之后，这个当然我没有跟他讲。对，这个就是现在我的举例，就我们东西做出来之后，你可以拿出来先给我们看，我们会说我们希望怎么样讨论，所以你不用怕说你拿出来的东西好像不符合我们期待，你不需要，我就跟鸭子说，你不需要，鸭子我们那边不需要跟就是不需要去说试着符合我们的风格去做东西，就是你可以先做你认为好的风格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希望的方法下去做调整，调整成我们也可以接受的样子。所以主要的东西其实是他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东西。对，除非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很明确的需求。对，除非我们一开始就有跟他讲清楚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对，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会回应到我们前面在聊那个规则还有自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基本的规则，它就有点像是时间 deadline， 它是一个规则，它是一个基本让我们不会出包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们定了这个规则，然后有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剩下就是你自己自律，或者是你去发挥你创意跟能力的时候，对啊，对，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啊，对，因为老实说。有时候你会遇到，因为老实讲，台湾很多的那种电机产业啊，就半导体产业也好，或相关产业，对，你会发现他们的其实很多公司的管理模式非常的严谨，严谨，然然后后高度的精密，你就是要完全在那个弱底下生活。对，因为像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些，然后甚至是一些比较中高阶的主管，虽然你不会看见他骂人，但是他在跟你陈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会感觉到那个氛围。你会觉得他像是在给予命令。对，因为之前我待过类似的公司。对，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那个你只要有个一点闪失，就是几千万的事情。对。虽然说，回到我们公司身上，也许未来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希望有。对啊，但
我觉得也许也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你去达成这个目标。对。我觉得，有时候你在看一些现在的小朋友嘛，要这样讲，就是一些新鲜人，对，就是刚上大一的新鲜人，你其实会得到很多反馈，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自律能力其实都很好，对，但有时候是上面的前辈也好，或者是长官，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去理解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对，然后很多时候就会导致说，两边的要的东西没办法对称或一致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发生一些争执啊，或者是大家就觉得说，这东西因为底下的人他没有办法达成上面的人的要求，对，然后就会觉得说，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怎样啊，对，我自己会去思考说，除了是这个原因以外，那会不会是我们没有办法发挥这个人他真正的价值？对。所以像很多，也不能讲很多，反正就每一个经过或者是进来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我都会说，反正，我的角度是，我会去尽可能理解你擅长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尝试什么。对。那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尽可能去发挥你价值，或者是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价值的方式。对。因为当你必须有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管道，或者是想法跟目标的时候，你才会想要留在这里啊。对啊。不然的话，大家进来就是领薪水啊，领薪水，薪水越高，人越多。本集干爹入围的有金旺电动车。电动车不会有声音啊，在想什么？应该是啊，就没了。哦，炸街的，你们看到我刚刚一口气把火升起来，可恶，好敷衍哦。呵，你刚刚你觉得怎么样？我忘记刚刚到哪里了。新鲜人，然后公司市场上的冲撞，对啊，发挥年轻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当这些目标跟价值它没有办法对焦的时候，大家就不会有那个动力啊。对啊，因为举个比较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以前的人可能就是，找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是，对，是吗？好像也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是因为找工作的目标跟现在的年轻人的新鲜人的比较不太一样。以前比较像是有钱赚就好，对，然后可以养家活口。可是现在是当社会的基础能力到一个门槛之后，大家会开始去追求自我发展。对，就是那个马斯洛的三角形，就是变成从物质欲望试着去转移成心理层面上的满足。对，像就举个例子，像我之所以会待在这里，也是因为我可以用我自己希望的方法来做工作，这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前面待过的工作种类，其实真的老实讲，真的挺多的，就做过像销售业务，做过生产，然后做过零售。那这些东西待过之后，有一些老板当然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很明确知道他们想要把公司建立成一个有制度的公司，就是他们会希望说之后可能像生产，他们希望可能生产命令要出来，然后生产的东西，当然他们会有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因为他们想要往 ISO 那方面走，他们想走标准化，这个我可以理解，所以。我也不会说他们是个烂老板，因为他们人超好的，老实讲，他们对我超好的。对，只是真的在那个环境下工作不适合我。对，然后像在更之前的老板，有的真的就是不会跟你协商，然后跟你说你就怎么做。像我在做零售的时候，说你就那样卖就好，你就只要跟他讲什么就好了。
然后如果我想要试着加入我自己的想法，跟他想说这只耳机我自己觉得听感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会反对，他们会说你不要跟客人当朋友。他们会跟我说，你跟他讲那么多没有用。对，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可能因为他们有个年纪，他们那个年纪对于耳机音响的需求，还有就是可能他们最主要的客户不是那个客群，对，不是文青的人，他们来的很多就是说，我今天你处理新厝来买一套音响放伫遐我预算20万你为什么会谈好紧嘞？不然就是我即马退休为什么我讲台语？因为来我那边还蛮多的，其实大概都是退休人士，中小企业退休。对，然后手里刚好有一笔闲钱，或是有买到好股票，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中产的那一群人来我们店里，所以他的主要目标客群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在那个年龄层，他们的需求心理没有那么大，他们反而是对于物质欲望的满足，或者是说门面嘛，就是他们对于东西好的定义会是一节瓦贼机。对他们会说一分钱一分货，当然部分如此，但是又有很大一部分他们是因为品牌这是不是黑 B&O 黑是不是黑深海色的他说黑德国迄个牌啊，我听过，黑像倒一个阿叔因兜就放这组的，放这牌子的，那我嘛买一个。对，就是他说那个之前那个什么什么老师，他们家不是机器加装潢吗？他们家就是找了那个什么 BOSS 的什么天空音响，那个就是 BOSS 的所以他们会用这个当做他们的判断依据。对，然后当我在推销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们要的是牌子。对，但是当有一些客人，他们可能像我一样。可能年层差不多，他们也是学生，或者他们也刚毕业、刚出人世、刚出社会。然后我跟他们说，这一支我觉得他的可能声音偏温润，然后你会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这支可能会适合你的时候，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老板也不是说了，那个时候是我主管，我的主管会跟我说，你要跟他讲那个牌子的价值是什么，你不要跟他讲音色，你要跟他讲那个品牌是哪一个牌子。对，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在限制我跟客人之间沟通的方法。对，所以那间我其实也没有做到非常久，因为我很明确知道我可能在那间活不下去，那间不适合我。对，但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样会不会其实他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认知他们公司的这些产品？对，我觉得他们的新人训练，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教的。对，所以他们基本上年轻的人都留不住，因为我年轻的人知道，像我们那几个我那时候跟我几个同事，有一个大我1岁，他算我主管吧，他大我1岁，他本身就是在玩音乐、玩乐团的，他只是想要找个份打工，所以去那边做。他会说：“你这个不要想太久。”因为之前有一个也是学乐器来这边，也是要做3个月就走了。在我之上，他说他年资大概多少？1年半快2年，很短哦。对，在我上面就已经没有了，在我往上就是10年的了。我说中间那个断层是什么？没有人留了下来。其实跟我对啊，前公司前怎么开始变成抱怨前公司了？对。没有啊，因为在讨论公司文化嘛，总会有比较。公司文化的比较，那个讨论下去没完没了。一开始比较就会开始有伤害，这样。笑死。对啊，因为我第一份工作进去之后，就发现我其实没有待满1年，但我已经算里面可能待数1数2久的这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相处方式。然后或者是就像刚刚前面讲的目标，因为有时候你去面试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会像我自己是通常会比较清楚说我今天到底去干嘛，对，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啊，就像我那个时候去做耳机店工作，就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喜欢去比较不同耳机的差别。就当一首歌我用不同的耳机，我可以听出不一样的风格，或者听出不一样的结构的时候，就假设有的可能他听乐器比较清楚，有的可能听人声比较清楚，有些音场大，有些音场小，有些适合听管弦乐，觉得哇，整个管弦乐团在你背后；有的就像是那个听那种很细歌手的声音，像在你耳朵旁边唱歌这样子。对他有，我喜欢把这些东西去跟那些客人分享。我自己听到的感觉，然后带着他去听听看，我们如果有展机的话，带着他去听听看那些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它就会很像那种，现在很多的一些商业模式，他们在讲求的是所谓的体验啊。对啊，对，你怎么用体验的方式去销售你的东西？话说回来到我们的公司。我们聊了新人聊那么久，其实今年我们人也变多了嘛，对吧？要这样说是也可以，就是至少就虽然说不是正职，但是跟我们约聘的合作的人也开始变多了。对啊，那我也不知道人就是不知不觉就突然变多了，不知不觉突然好像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刚好有谁认识，然后而且都集中在今年。对啊，我不知道，可能也因为。我觉得也跟想做杂志有关系吧。对啊，对，但是我觉得那是其中一个，就像之前你认识的有专业知识的，然后做美编的那些刚好在做杂志这些平面设计的东西的时候，刚好就大家都聚在一起了，就那个动漫大集合，就伙伴们都回来了，对吧？大概是那个状态，对吧？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嘿嘿。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虚幻了啦。对，我觉得只是刚好，就是平常累积的够多，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人愿意帮忙。对啊，很多东西它其实就是需要累积啊。因为你看我们频道到现在也3年了欸。你3年了，我2年，你应该算1年，认真做大概只有1年，因为前1年我们就空窗期1年，那个算吗？对啊。我还蛮意外，这个频道可以撑3年。就如果撇开第1年你自己对着镜头碎碎念，没有开镜头，你第1年是那个对着麦碎碎念，对，就撇开那年的东西不算的话，我们2个合作也2年了，对吧？然后一路到有相机，对吧？Pocket 3一支，对啊，然后最近又买了灯。然后连麦架都出现了，耶！终于有点样子了。这个麦架摆出来，我真的觉得，我靠，我们好专业哦。对啊，那个感觉瞬间不一样哎，好爽。这个对我来讲比较重要，好温暖。对啊，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火盆的氛围感。对啊，它真的让我们变得很像森林系。对啊，这就是森林系才会出现的画面，好吗？对，这是一种森林系的仪式感。就。刚刚那个火舞有没有？对啊，超棒！就学长，感冒快好，感冒快好哦，感冒走。我想喝个水。就在你喝水的时候，我觉得，等一下我想要稍微讨论一下，就今年啦，就因为今年毕竟。你说我们算，你说我们有做事吗？老实讲，我觉得好像做的不够多，就我心里会有感觉是我们好像做的不够多，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去年说目标1个月上山1次，你记不记得？你记得的太多了。对，那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说希望可以1个月上山1次，当然有些有变数的那个没办法，对。但我们的确是有在一直试着持续的产出内容，就希望至少维持1个礼拜能够有1支，对。然后这1年，我觉得我们的风格还有我们尝试的东西其实也蛮多的了。对啊，对啊，所以对你来说，那个风格真的尝试的非常的多呢。你尝试的过程就是我痛苦的过程，而且老实讲，我从前其实就觉得我不适合剪辑。哦，是哦，对啊，就从什么时候从一开始哦，就从一开始我本来说，如果你需要它，我可以帮你剪，
就我本来是想说我可以帮你摄影，我本来是跟你说我没有要入镜。对对，就是我想说我可以帮你摄影，然后我帮你听声音，因为我对声音比较敏感。对，我本来是说我可以帮你听声音，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拍了影片，你说好啦，那不然的话，那个影片的部分我也帮你处理。对，所以影片的剪辑才变成说我先帮你用。原来是这样啊。对，然后现在的工作模式就变成说，影像的部分这边几乎全部都是归我在处理了。对啊，你现在是媒体组组长哎，我更高兴嘛。那我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正职剪辑师给我使唤？就再拖一个下水丢包这样啊。好欸，这不都是那个标准的供应链吗？那个大包先分给小包，然后小包再分发下去，交派工人。那我可以直接去找外包嘛？可是你给我那一点钱，我也找不了外包。所以你必须找到比你更好用的外包。所以我是想要稍微跟你聊看看这一年你有什么体悟吧，就是你觉得我们这一年改变的东西有什么，然后顺便或许等等可以讲一下我们明年想要尝试的东西，还有什么你想要让我踩的坑还没踩过的。我这边的你想挖坑给我多的，你想挖坑给我跳还没有挖的，坑没有那么快就填满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讲明年应该很大一部分的重心我们会放在杂志上面。很大一部分的重心吗？我觉得是我只会说它是一个新的尝试。可是我们人力有限，然后我们现在的确在规划的期程上面，还有我们现在放比较多心力的确是在杂志那边我们会放的东西内容也会比较多，因为有一部分是因为杂志我们可以给的东西比较完整，相比我们坐在这边聊。我觉得是比较完整。要这样说，我觉得可以，而且方向也比较多。但是，你有发现杂志你几乎没什么工作？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本来想要把杂志独立抽出来做。没有，应该说，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说它是一个今年的重心，明年的重心，它只是一个尝试，因为。重心一定还会留在我们两个身上。好，对，感谢你没有把我丢包。然后杂志，它之所以没有丢包给你做，就是因为我要让更多人可以被我拖下水。明了。所以它比较像是扩编，而不是一个核心的重心的转移。因为我如果整个转移过去的话，要连你一起拖下水，这样才对啊。好像是哎。对啊，你才是我目前的核心人员。原来是这样啊！我还在想说，为什么感觉有时候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我都不在现场。对啊，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啊。你只需要负责帮我盯说，最近东西该出来了，那提醒我一下，或者是跟我说一下，好像该去开个会这样，这样就够了。然后可能今天开会开到一半，觉得可能说，这个讨论好像已经歪楼了，该回来了。你就是负责帮忙，我就是负责帮你踩刹车的，因为你在开会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我一定要念你。你在开会的时候，真是完全没有在给他们刹车的。对啊，就像现在一样。没错。Happy New Year。亮一点，再亮一点。不太亮。反正刚刚火也是不亮。这就可以有了。太多。因为这个时候去借卡拉 OK， 直接被赶出来。你看是究极。我要吃汤圆，不要让我看究极。口感差不多。不要这样。好了，我们要不要来录第3段了？本节目还在寻找干爹干妈赞助播出，相关合作和赞助，请洽下方资讯栏连结和信箱，或上脸书搜寻“森林边缘”。本广告由森林边缘的森林系边缘人提供。为什么会需要规则？就是因为要避开这种低级错误。然后那个已经是好久以前的话题了。其实我完了之后就是互相提醒嘛。对。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一直往前进这样。那既然刚刚说到了往前进，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明年。明年在哪里？明年学弟还在日本。那只有1月好吗？没有那么久。我是怕如果1个月压到2次上山，除了东西捡不完，再来就是钱会烧得更快啊。对啊，因为我们上山的确，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烧钱，可是旅费啊、住宿啊、电影因为啊，其实还是会有。对啊，伙食费也是蛮贵的啊，对不起哦，我吃比较多。你知道你的伙食费其实跟整趟也没有啊，就整趟伙食费跟这个营位的数字差不多。有那么多？啊，这样讲好像也是有道理，因为毕竟我刚上台中，你说大家就来我们家煮，我想吃拉面。对，我好懒哦。好啦，学弟难得上来。对，好想吃拉面。对啊，然后我们就跑去吃了拉面。对啊，然后吃完之后，300-500块就没了。嘿。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又去采买，采买又买了800-900块，就今天的食材。对啊，然后再来还有什么？然后买完食材之后，我就说，那个面包很好吃，我带你去吃，这样。对啊，我想说，因为有时候如果我睡比较晚，或早餐可以先买着，对啊，然后他有时候半夜也不睡觉，至少有东西吃。笑死。对啊，然后买完，面包又300块。300加300，再加300就900块了。然后午餐、早餐什么也都我付钱。对啊，就跟这个营位差不多嘞。可是因为你又没有付我车马，就是车马费，但是你又没有。有给你啊，但就是没有，就没有算额外的薪水，额外的，就是没有额外出差费薪水这样。我们的汤圆好像差不多了来，各位拿出自己的碗，我先来帮你们试读一颗。各位体谅一下啦，因为刚刚也不说临时起意，就是我们突然想说，不然来，好像可以到煮汤圆的时间，再晚好像也煮不了了，因为毕竟现在已经2点了。对，所以我们就本来我帮学长煮了姜茶，因为他重感冒，然后就想说，姜茶我们有放姜糖，那所以我们就不然这边就顺便煮个芝麻汤圆，我们今天就带汤圆上来。本来想说结束的时候再来煮，可是因为实在太晚了，所以就先煮起来，所以就变吃播台了。我们就在欢乐的汤圆季节中，不对，是圣诞节，不过都跟冬至好像也蛮近的，对吧？圣诞节跟冬至蛮近的。对 ，Merry Christmas and 冬至。这是什么烂默契？我要给你一堆 ASMR。我不要，我剪辑的时候不要听，我不要在剪辑的时候听到你嚼汤圆的声音。我不要。我的麦就嘟得离我这么近呢。你不要刻意的就感觉，我会害怕。我会不吱大吱，然后你的兔毛就会脏掉。蹦吱个大吱个蹦吱个大吱。对于明年。我们希望有什么成长？确定真的要这样让我讲吗？这个你应该不用听监听麦，就会觉得很痛苦哦。那你就先吞下去再讲。那对于我们明年，你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成长？白目。明年哦，我刚刚前面在讲什么？今年比今年再进步一点吧。比今年再进步一点，因为明年我们确定会做的就是杂志嘛。对啊，我们确定要出杂志了，应该吧？至少我觉得目前目标，我这样算一算。起码出杂志的钱跟如果卖到预期数量的钱打平，我觉得这是我的底线啦。对啊，因为其实老实讲，在这个年代里面，要去卖书真的不是一件赚钱的事情。对啊，我本来想说你疯了，你要卖书？对啊，怎么可能？当然是后面还有其他目的这样。对啊，因为书有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传教手段，不是
可以让大家比较容易亲近拿到的东西。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实体上看到我们的理想的东西。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然后还有一部分，这其实本来就是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之一。我其实有一大排那个叫什么 checklist， to do list， 每一个都是 to do 这样，只是不知道排到何年何月。明了。对啊，然后有时候就只是刚好遇到我觉得有适合的人，因为刚好我们今年进来了，也不算进来，就是刚好遇到很多愿意合作的伙伴啊，或者是大家觉得可以一起尝试的人这样。对啊，对。就公司群组莫名其妙人就多好多，你是说一个一个再加进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些人是谁？学长，你到底从哪里弄来的？你要确定呢？我们现在人那么多，你一瞬间我们人直接翻倍。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疑虑啊，因为毕竟人一多，钱烧的就快。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当一个东西到位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做起来。对，因为很多东西你拖越久，或者是一点一点在那边弄的时候，要么人家很快的模仿你的模式把这东西做完，要么就是你拖越久，这东西越做不完啊。对，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会比较倾向是这个东西，我既然决定要做，那我就杀下去做，然后想办法尽量的让它到位，这样，对啊。然后我自己比较倾向的做事方式也是，当我开始做了之后，我就会希望至少可能做到一个程度之后，那我就可以先维持着没关系，但至少我要先把那个程度做出来。那我们去年的节奏有要维持着吗？到明年？你是说1个月上山一次的频率吗？我们去年的许愿是许1个月上山一次啦。虽然说没有达成，但是我们至少大概还是有给出一个交代。我觉得算有诚意了。我的日本行大概贴了一半的内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在台湾也上了3、4次有吧？有，地点其实也蛮多的啦。有。然后其实我反而到后来比较怕的是，我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然后模式又不稳定。然后学弟就会被我操烂这样，因为每次一个新东西进来，我说，这个，例如说像日本行回来就开箱影片，然后什么开箱影片？对，开箱影片要怎么剪？哇，那个开箱影片你想要什么风格？痛苦，对，然后好痛苦，对吧？对老板就是我想拍开箱，然后学弟你想办法剪出来，然后给我的东西就是。你开箱影片，你连脸都没有露你要我怎么拍？你要我怎么剪？对啊，好吧，那明年你觉得我们还要许1个月上山一次的这个愿望吗？你就许啊，对，就许愿嘛，许愿嘛，可以当封面的许愿嘛。好了，那最后我大致上讲一下我的结论，就是今年有做起来的东西，或者今年我们觉得有上轨道的东西，像是我们能够定期更新的影片，我们明年尽量维持。然后我们明年想尝试的东西，我们用我们能力内的范围尽量去做。我鼻塞了。能力内，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的眼神让我有点害怕。你还有什么想做的？我可是老板你就尽管许愿吧。这里是许愿池，这是许愿池，大家一起来投。你就扑通。可能你的丢起来是扑通，然后我的嘣，深水炸弹。那个状况就是我那个划小船，今天还要帮老板做什么东西，你就来丢许愿池咯，扑通，然后我就啪，然后船就直接翻了。怎么有一只抹香鲸浮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个状态。这样说起来，我是不是说要做杂志的那个时候，你其实还蛮意外的？我还挺意外的然后觉得很突然。我就想说，纸本的东西你要怎么做起来？这个那个时候我当下的时候，我是的确蛮疑惑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杂志？
哦，对啊，就是一种梦想 ，I have a dream。对，就是在烧我们所有人的钱，对，拿大家的钱出来完成我的梦想。所有的钱，所有的时间精力，然后去说夜王这个杂志出创刊号之后，好杂志收掉。赞。没有，通常以我的个性就是都做了第一本，那第二本应该还行吧，然后就会接着继续做第二本。让我问一下，你的家族名是不是马斯克？我中间的那个中间名字，对，中间名，middle name， 对，就跟低的男人一样啊，好可怕哦。好吧，那我汤圆吃完了，差不多收尾。不等我喝完就对了。好，等你。这个时候应该，我觉得在 YouTube 上面把那两个上那个播放清单跟影片，然后中间是 logo 就会出来了。可以。对，然后我们就等你慢慢把汤喝完。因为我煮的姜茶还蛮好喝的，对吧？我觉得还不错啊，蛮棒的。对吧？就没菜底下空下顾，虽然都是马山学长在顾。对啊，但学弟还是蛮好用的。谢喽。这算称赞。原来是煮菜方面。收。看能不能把频道的量能推起来吧。你到过了那么久才讲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你要我怎么剪啊？这不就是留在最后面了？对，画面按掉之后突然亮起来，就跑出这句话这样子。好了，收，太累了。对啊，不然我觉得以现况来说不太行嘛。我们现在是要先开会还是先收？我觉得都可以。你要先收吗？不然你可以自顾自的讲，然后我开始慢慢把灯关掉，我帮你关灯。你可以继续讲啊，我在听。好像也是可以啊。对，我在听，继续讲。不然你可以先把那一只收掉，这样一只收，然后收到完全没有灯。对，我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至少这盏灯就留着照我这样，至少画面还是亮的。你继续讲，我在听。